您来看到的是普京，普京现在呢，他到了朝鲜访问。上次呢，当这个金正恩去这个俄罗斯的时候，他就先送他一台名车。这一回呢，他再送他一台俄罗斯的劳斯莱斯，还亲自你看看，这个呢是金正恩，好，这个呢是普京，好，金正恩呢就亲自开车带着他去兜兜风。这台车据说是要价1542万台币，哪里特别？除了说是豪华版之外啦，它也是普京在俄罗斯的座驾。那呢，这一些画面呢是俄罗斯的官媒他们所发布的，看到两个人在车子里面有说有笑，哇，气氛非常热络。其实这一次啦，你要知道哦，这个俄朝他们现在关系已经比以前来说是完超越，原因是因为现在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还说好了，任何一方有人被欺负，兄弟要站出来挺，要提供援助。好，这一些的讲法呢 ，AP 美联社是怎么讲的？是说呢，这份协议没提到的这个援助的类型，比如说到底是部队人、物资还是武器，这些呢没有讲明，所以呢等于是比那个北约第5条，就是人家被打，你要一起去帮他打对方的那个还要更有弹性。现在你要知道，俄罗斯正有一场俄乌战还在进行当中。这个签下去之后，对于俄乌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大家很想知道的。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说，当时他抵达的时候，清晨2点多，金正恩在机场等他。好，现在呢要走的时候，金正恩是军礼送行，真的是从头陪到尾了。好，结束了朝鲜这边行程，他直接抵达越南河内，这个呢也是大家的一大看点。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去之前就已经先投书了，称赞呢越南在俄乌战争上头采取务实的竹子外交，没有谴责他们，所以呢这个是真兄弟，是真朋友。而且这一次他所见到的是什么？都是大头，一把手通通见到了，包括阮富仲，包括国家主席习林，还有总理范明正等等等。而且呢，他的随团名单也曝光了，因为他带去了外交部长，带去了经贸科技的，然后带去了司法部长，大家就说，你看他带什么人，你大概可以知道他们现在想要谈些什么。越南、俄罗斯一直以来就是好朋友，就是 buddy。现在呢，如果再一次的深化合作的话，对于西方来说，当然这个就是一大芒刺在背。而且呢，你看看。他第3任先去了北京，中间有个白俄啦，然后呢就去了北韩、朝鲜，再来就去越南了。这不就刚好是冷战时期挫败美国的3大关键吗？这个全部合起来看，在整个战略局势上面，他们可能会更紧张。原因是因为在现在的这个东盟这一块，中方也一直在着力南方世界。好，来看看王毅了。王毅他现在说呢，希望同中盟同样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希望呢让地区可以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因为呢，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李强总理呢刚去了马来西亚，说希望让东海岸铁路变成让大家一起富起来的主要交通干线。看到这张地图，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一条铁路作用在哪里？好，其实呢，就是它这条铁路在关丹这一边就可以直接呢把货物往上，然后就可以运到这个中方去。冲击的是哪里？是新加坡。是不是以后其实从巴生这边就可以直接过来，从吉隆坡这边就可以直接过来，就能够取代新加坡了？大家开始在讲，马来西亚好像在这一波跟着一起走的路上，会变成东南亚一个资料中心的强国，因为它有土地，它有人力，它有能源，所以呢，最近确实也吸引了蛮多外资的投资，包括了 Google， 包括了辉达，包括了微软等等，大家开始都看到了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在未来它会变成东南亚一个成长最快的市场？大家现在开始在看这个时间的巨轮之下，局势一直在转，运也一直在转，请教亮哥了。现在要怎么样来看普京？现在呢，跟金正恩2个人一起开车，看起来很开心。签了这个协约之后，是不是那个运又转了一下？我觉得普京访问北韩主要是军事啦，访问越南主要是经济啊。是，虽然访问北韩也要签订那个美国查不到的那个支付的机制啦，可是那个比较没有那么重要。他主要是去，我觉得就是军事合作，因为
根据统计，北韩大概已经提供俄罗斯500万枚炮弹，是都是用货柜车直接运过去的，这个对俄罗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看到，从2022到2023啊，那北韩不断的试射各式各样的导弹啊，那这个背后恐怕就是俄罗斯在协助了。那俄罗斯是表明了对北韩核弹的发展，他不反对。那因为俄罗斯本身就被制裁嘛，所以他也无所谓了啊。他就是跟北韩做各式各样的交易。因为北韩最需要的就是能源跟粮食，对，那刚好在这里彼此之间有互补了。那可能俄罗斯也缺工，所以北韩的劳工大概也会去俄罗斯工作。那最重要是他那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啊，他说如果北韩有事啊，双方有事，那个别就要互相援助了。他的用语是这样啊，那这个可以从浅到深啊，你也不知道。那这个我觉得对北韩来讲是一大帮助，所以北韩你看金正恩高兴成这样，那当然头皮发麻了，就是尹锡悦跟美国嘛，因为这个不知道会发展到哪里啦，是可是我觉得很可能会有助于北韩核弹的进一步发展，那越南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结果啦，不过他确实也带了一些部长去我认为应该是偏经贸啦，而且很可能越南会直接向普京表示他想参加金砖啊，又一个了。因为俄罗斯是轮值主席，是本来就有传出越南想参加，那目前已经传出泰国嘛，对，那马来西亚也表示有意思所以泰国跟马来西亚是因为中国的关系，那越南应该就是因为就是他可能会当俄罗斯的面给他这个面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中国大陆目前事实上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因为加沙战争那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嘛，所以对美国的意见是越来越大了啦马来西亚现在有一点是得道多助啦，就是事实上它槟城已经隐隐约约要成为一个新的半导体中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公司各国的公司都要去他那边投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华人也有关系啦。事实上，因为半导体很多地方都跟华人有关系嘛。是那槟城就是华裔为主的那然后因为那个巴生港的开发本来中国大陆的设想就是让它作为期货的实体的一个码头啦。那这个当然会抢到新加坡的生意因为新加坡本来是不只是期货交易，而且也是实体交易。那现在实体交易就有可能转到巴生港那这个坦白讲也是中国就因为那时候新加坡蛮亲美的啦，所以他就投资马来西亚来对新加坡产生压力不过久而久之就变成马来西亚就有点得道多助了，就是它就各种产业就慢慢的都发展起来了，而且它真的比新加坡要便宜很多，土地又大，人口也是，所以我是觉得，而且有蛮多华人也移民到马来西亚，是中国大陆的人所以我觉得它的发展性是蛮有空间的啦，但我们要请教一下这司令原因是因为如果说了俄朝两边签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一边被打，一边就要提供协助或援助的话，哇，这个想象空间真的是很大对他们两个让彼此互相蹭到，因为俄罗斯目前因为我们家的在乌克兰战争，它这方面它需要的这些炮弹，尤其是炮弹这一方面，刚好北韩这一方面可以提供它，而且北韩跟俄罗斯是接壤的，它不用靠什么船运，在中途会被拦检，不会，它直接从铁运就过去了，是通过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直接就到莫斯科，到整个乌克兰边境去作战了。这些相关的这些火炮或者是炮弹，那最重要的这一次的普丁，他到这个北韩还有到越南，这两个都是跟美国打过仗的。在北韩的话，在1950年打了3年的韩战，美国死亡蛮多的，36000个美国大兵呢，在韩国战场上阵亡。所以这个样子，那现在的话，他跟
这个俄罗斯跟北韩走那么近，又有核武，因为北韩它是核武国家，所以在这一方面也会让美国还有南韩有所忌惮，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可能普丁会给这个北韩相关的人造卫星的技术跟弹道飞弹的技术，还有甚至的是将来是不是可能北韩会去发展核动力的这个潜舰啊？有可能，我认为因为北韩它会做柴电潜舰的，核动力潜舰可能是它的下一步的计划。尤其是北韩走的是先军的政策，它军事上先于政治，军事上先于经济，是这方面的路线。另外，我们看到越南跟美国打了越战呢20年。20年之后，我们知道现在那个越南，它整个军事是靠在俄罗斯，而且目前越南最新的潜舰 Kilo 级有6艘，也都是俄罗斯的。那它的越南的战机，不管苏30、苏27，还有苏22，都是俄罗斯的。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老式的，当初这个南越留下来的美军的这些相关的装备，还有部分中国大陆当初的资源，这些武器都有。但是现在越南它没有这些威胁了。那没有威胁了，跟美国也没有威胁了嘛。那中国大陆这个惩越战争，那已经他们双方都不提了。惩越战争双方，中国大陆他就不讲这些事。越南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去谈了，翻页了。都变成他们两个已经和解的是走经济路线。所以越南现在在发展经济。那越南现在发展经济的南海的问题，那个为什么中国大陆对菲律宾动手，没有对越南动手？因为越南后面有那个它的碳油。相关的碳油的设施是有俄罗斯的股份在里面，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有这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跟越南也跟中国大陆又有战略合作伙伴，那这样的话，他们的军事的这个对峙紧张，淡化了，经济上加强了，那我想说这一次虽然谈到的是这个经济，还有这个天然气，还有石油，就南海有这个开采的问题，但我想在军事上，俄罗斯还目前因为乌克兰战争对越南的军事上面的改革革新这方面武器的供应，我认为会暂时冻结，因为他要面对乌克兰战争，所以对越南所提出的这相关的军备的需求跟提升，他会冷处理，我暂时先搁置，等到乌克兰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我认为越南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互动，跟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互动一样，会慢慢会升温。就是慢慢走这个自己的步调啦。原因是因为他确实手头上还有一场战争正在打，可能呢也没办法真的分神太多。但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了，原因是因为呢，如果说东南亚东盟这一块，您怎么样来看？因为马来西亚现在确实是很多，包括你在经贸上面，包括你在整个区域政治上面，大家会谈到的。李强这一次去呢，其实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他们两方的这个合作，战略角度思考会完全不一样。东盟这边我还是看这是越南，还是我觉得是角色非常重要了，因为他讲竹子外交嘛，什么是竹子外交？其实越南他过去一直以来，他这在强权之间他都不愿意靠边，而且他这种不选边站的蛮明显的，是，而且他愿意把这个所有的强权纳进来，这跟符合这个东协或者我们讲东盟，他们非常重要，我们讲避险的政策。那这个竹子外交是什么？其实那是2016年阮富仲他讲，他说竹子底部是硬的。上面是软的，所以代表说他们有硬的所谓的原则、原理基调，他们也有软的一面。所以你任何的国家强权想要来跟越南交往，他们都很欢迎。别忘了2023年去年拜登也去了越南，他们也强化了他们两边的关系。这一次普丁来，他也接见，而且他从深化经济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他们要全面的合作。所以越南在这个两边之间，他不愿意分边站，这点是越南他们在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知道之前奥巴马去了越南，展现他非常亲民的一面，还吃了道地的越南河粉，试图把美跟越南的关系拉紧。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做，但是其实别忘了，越南在跟中国的关系，除了我们讲的兄弟之邦，他们都是越共，都共产党之外，他们现在跟普丁要建立强化的关系。我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个普丁访问这个北韩我现在蛮担心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联盟还没有形成，他们是用全面战略伙伴协议。任何一方会提供协助，它不是联盟不像北约的联盟，但是未来会不会朝联盟的深化跑？更明确的是，如果是朝防守型同盟，简单讲，打一方就打全部。而且别忘了，美国在东亚是美日韩三边，在这边，普京跟中国之前他们在哈工大
强化了深化全面的战略伙伴协议。这是普京又跟北韩签订这个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那中国、北韩跟俄罗斯这3方会不会未来面对所谓的美方的这个同盟压力，深化这3方的同盟？这个是我们要必须看的，因为毕竟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慢慢在动摇，而且他们想要朝这个更多的这个战略伙伴前进的时候，那如果他们被迫把中国俄罗斯跟北韩拉在一起，所谓的意识形态拉在一起，我觉得对全人类的这个国际政治不是一个好事情了。是，其实呢，在整个区域上头大家会开始在讲经贸啦、战略啊等等等。回过头来，你回到国内，大家看的都是什么？都是到底你的居民你的这个人民有没有办法安居乐业？那就会看出你这个国家到底现在整体的状态是什么。你会问，那美国现在的状态呢？这样的新闻真的是最近蛮常出现在美国的版面上的。在加州呢，说一间珠宝店突然之间来了20个黑衣人，然后不到3分钟，所有东西通通被拿光。大家就开始来问，怎么会治安这么差？标题告诉你，是因为通膨啊。好，最新的一个统计了，美国人呢说，平均至少每一年要赚到289万台币才算手头宽裕，可他们的均值大概只有185万台币，就表示说远远的低于那个手头宽裕的标准。那甚至在现在你去到美国，有个广告呢，就直接告诉你他们卖的是什么。他们不是这样讲啦，但是呢，这个有人给他翻译叫做穷鬼套餐啦。他们的经济套餐现在是160块钱，然后呢说会有一个什么麦香鸡堡啊，然后有4块鸡块啊，薯条、饮料。竟然他对手呢，温蒂汉堡还给他推了一个96块的套餐，里面有马铃薯泥、有培根、有鸡蛋、有松饼。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在想说，哇，那这个跟台湾比起来，好像台北市也没有比他们便宜到哪去。我们也很想吃吃看这种穷鬼套餐。其实回过头就是，到底那个大经济那些数字，到底跟人民的生活有没有真的正相关？因为你最近一定也听到辉达什么市值一再在创高啊，然后呢 S&P 500再创新高啊，然后啊，他们的这个数值啊，包括了说工业产值增长0.9%，比他们预期的0.4%还要来得好啊。但这一些怎么都没有办法影响到真正人民的生活，让人民的生活手头更加宽裕一些呢？政府的思考跟人民的思考就有出现落差了。日本同样的状况，日本呢现在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大多数的企业认为我们真的要跟着美国走吗？原因是因为他们问了492家的公司，61%都觉得说不要跟着美国走，去跟中国的商品加关税，这样真的生活会很难过啦。53%的人是觉得说，还好，但是呢，大家怕的是什么？大家怕的是中方报复，经济状况会更差。他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去看一下今天的日元日元最近呢也是真的有一点惨啊，又再一次的在创新低。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一家日银呢说错判了利率，结果呢他们必须要去卖超过600亿美元的欧美公债。好，这一些呢其实都会影响到的，就是有关于经济了。而现在呢，你一直听到说美国他们现在呢又要在日本啊，或者是荷兰啊，要让他们再一次的科技上面跟着美国走，主要原因是因为大陆的4奈米手机晶片传出快来了。现在呢说开始有人突围，包括了紫光，它的4奈米晶片是已经交到了制造这一边来了。然后呢，小米他们自己研发的麒麟9000S 呢，说现在也都越来越顺利了，所以这就让美方有压力了。再一次的派出商务部次长，荷兰也去，日本也去，说是不是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限制中方的晶片发展？可是知情人士就在讲了，其实呢，这两边都一直在抵抗啦，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时间换空间。原因是11月，也许美国选完之后会换人做做看啊！你怎么不知道换一个政府之后，他的路子还是一样，会不会有所改变呢？赌的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也看到了拜登又僵住了。看看画面。Thanks to all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I'm not sure you're going to understand why. 好，拜登呢讲话讲一讲，突然之间，自己的部长名字又忘记了。
其实也不能怪老人家，真的啦，80几岁也是有点辛苦啦。但是呢，这样就会让大家有点担心，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交到他手上稳当吗？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美国现在在拜登的这几年的统治之下，确实社会案件是频传的。美国股市是大涨啊，对啊，可是最近一个统计，有5只股票占了60%的涨幅啊。我今天也查台积电在台股的市值啊。台积电现在占台股的市值35%，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有很多中小企业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并没有得到响应嘛，所以可能它的融资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很像的啦，就是被某些科技股，就是在资本市场大概就是左右了大部分的投资嘛，那这个现象。当然也就包括了这个美国很多人都是从股市里面有所得啊，所以他的人均大概7万多，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下面嘛，那这个现象要解决真的非常的困难啊。拜登也有处理一部分啊，比如说他去减免学贷啊，他减免学贷高达1500亿，那也蛮大的数字啊，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看到那种黑衣人啊，那个我觉得就不是他能够处理了啦，因为这个每一州的法律也都不一样。是，那你现在看到的是加州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生活普遍都觉得，因为通膨的压力，使得他实质的开销会变得比较少嘛。这个我觉得台湾也有类似的现象啊。有一些人就中小企业啦、服务业啦，他的所得事实上并不好啊。可是你看台积电已经快到1000块了，就这样啊。那至于这个为什么大陆的4奈米的手机会又扯到阿斯麦尔啦？因为中国大陆很可能都是用 DUV 做出来的。那这个当然它有它的特殊的方法啦，那也许会降低良率啦，可是它就是硬给你做出来啊。那美国看到这个也不爽啊，所以他一直督促阿斯麦尔可以对他的售后服务终止啊。可是这个是违反合约的啦。对啊，你最多只能够要求人家不要再卖啊。那可是说这个已经卖的部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去年中国大陆提前部署啊，那这个 DUV 就是阿斯麦尔的，在中国是卖的特别好啦。去年可能中国大陆买阿斯麦尔是超过台积电哦，因为那个极紫外光本来就不卖嘛，那 DUV 大部分都是流到中国去啊，他可能买了100-200台啦啊，所以美国当然知道啊，所以美国就希望说，你不要给他提供售后服务啊，可是这个东西会造成商业纠纷啊，你会被索赔啊，是啊，那这个你要叫人家怎么处理呢？人家是作为一家公司啊，怎么可能来面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强人所难就是已经签约的部分。那如果说未来不卖，这个可能性是有了因为阿斯麦尔的有一些最核心的零组件事实上是美商，所以美国是有筹码的啦那至于拜登，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啦，因为即使人家在年纪那么大，讲话记忆力也不好的情况之下，还是坚持不用读稿机啦有这个运动家的精神，他一定会坚持的把它走完是不是？对啊，人家没有用读稿机啊，对不对？对，就总统嘛，总统讲话，对不对？他心里面都知道他讲什么，脑子里面也都知道，只是有的时候确实会发现他嘴巴有点跟不上。但是呢，国际上面大家就要想思考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11月过后，拜登的选情好不好，有可能也会左右到国际政治了。等等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经济，很多时候民间的指标跟政府的那一些数字指标，那个差距真的很大。请教吴老师，其实美国通膨这个不是旧新闻，它不断在跑嘛。今年的5月的消费者指数大概是3.3%了，那有人说降下来一点点，但是我对这个麦克经济学蛮有特色、蛮有趣的是，
穷鬼套餐温蒂推3美元。我们念书的时候是有那种1美元的 dollar menu， 就1块钱你可以买个汉堡，现在1块钱买不到了。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薪水跟他们的这个1块钱套餐或3块钱套餐的时候比例是怎么样子。依据美国国家统计局大概2023年这个全美的我们刚才讲了中位数的薪资大概7万多，74000那是全美嘛？那看加州嘞，加州的话有分加州同期大概9万多，91000，矽谷大概14万多。拉高了，那谁拉高了？当然是那高科技。它拉高的时候14万多，那就造成那个地方的物价、房价整个跑起来，不管是什么样 Dale 啊，或者是 Silicon Valley 这些地方，整个都是。所以14万，整个加州是9万多，全美是7万多，这是整个物价指数。那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大麦克呢？加州大麦克大概13块99，那你加含税加什么？大概15、16块。台币折合台币在496，算490块好了。那台湾呢？台湾大概是153块的，我们讲1号餐嘛，153块。那台湾的平均薪资，我又查了一下，大概新竹是中位数是82万啦，台北是70万，所以大概我们的美国的薪资是我们的3倍多，大麦克也是台湾的3倍多，所以这个指数是没有错的。简单来讲，就是你在台湾赚的薪水，在美国大概要赚到3倍多了，所以不要这个好像觉得美国哇，随便赚个200多万、300万，哇，好像换成台币很多钱，不是啊，在美国你赚200多万是基本一个中产阶级要做到的。是。好，那前阵子有个报道来了我就讲说，他们说有一些州你赚低于15万美元以下是低中产阶级。简单来讲，我刚才讲了，比方说矽谷，你中位数就14万了嘛。Virginia 维吉尼亚有个地方叫 Arlington， 很简单，我们知道 Arlington 是 DC 旁边的地方。它大概中位数大概快逼近15万美元，所以你赚低于10万美元是低中产。那像亚利桑那州这几个好的州、有钱的州，你基本的薪水14、15万美元是基本。为什么？你还要扣税，扣完税之后你要扣有的没的，基本上你的家庭所得能存的也不多了。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跟薪资成长，其实它是有反映这个相对应的。所以我们来讲说，美国人虽然赚得多、缴的税多，但是他们物价通膨也高啊。那台湾呢？我觉得我们台湾感觉起来中位数薪资，台北市70万，新竹市82万，好像比人家差了一截哈。但是刚才我们跟亮哥讨论，你不要吃大麦克嘛，我们还有很多小吃摊，对不对？重视 CP 值，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尽量简化我们的一般的消费，感觉还是过得去了，度小月了。但是坦白来讲，台湾的通膨也是蛮严重。现在便当随随便便一个超过100块，对不对？没有你市区的便当，现在都没有100块以下的鸡腿便当了。那这个对我们老百姓的整体生活影响还是很大。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我想清安房贷出来，大家宁愿把钱往房地产丢，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新清安之后可能很担心会不会变另一个问题哈。不过回过头来，等等要来聊一聊，到底在国际间现在科技战是持续的在打。最后呢，等一下要请司令来帮我们总结。美国跟中国大陆他们这个贸易战，包含经济战这一方面，有些限制的科技产品往中国大陆卖，但问题是中国大陆它可以自力研发出来，晶片也是自力研发，可以研发得出来，手机也是一样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突围。应该来讲，经济上面呢是有比较利益法则，别人的便宜我来买，然后我的便宜我卖给对方，大家要干互通有无，彼此双方都有利。结果因为这个经济战跟贸易战，大家把这关税一提高，但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愿意这一方面的模式，可能就会单方面就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我们讲到的互惠，大家互惠就不要贸易壁垒了，我们大家互惠，你互惠我，我互惠你，然后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得利。那我们现在看美国这一方面的经济上的问题我认为第一个它的通膨还是高，虽然是已经降到3.4%、3.5%，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对于一些中下阶层来看，你目前的物价上涨还是受不了，因为毕竟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是蓝领阶级，他的收入没那么高。第二个原因，我认为美国的税率还是重，我们台湾的税率是从5%起跳，美国的税率是10%起跳，7个级距，台湾是5个级距，美国是7个级距，但是美国是10%起跳啊，这样的话，很多人这个薪水一拿到先缴税了，那自己真正拿到的实质薪资所得那是有限的了。第三个，我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
美国大概1%的人拥有全部美国的54%的股票，其他99%你只有46%的股票而已，贫富差距太大了，穷的人穷。美国现在的穷人在贫穷线呢4600万人，但是富人富可敌国啊。我们看到好几个伊隆马斯克啊、贝佐斯等等啊，这个太多了。那这些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贫富差距是太大了。第4个，我认为是美国的军工产业一枝独秀，但是美国的制造业不行啊。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经济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小时带你来看到的是南海现在是真的状况有点多，为什么？因为呢，昨天你 PO 照片，我马上给你 PO 影片，你的那个不会动，我的这个会动啦。来，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中方这边 PO 出了照片，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哎呀，我们其实呢是依法来登船检查。菲律宾马上就 PO 出了您下所看到的这一篇影片，他们就说了，中方何止是这样，他们的海警呢是挥动的斧头，甚至呢把他们的船都给砸坏了，还上他们的船把这一些枪啊等等的装备拿走。他说这跟海盗有什么不一样？好，双方呢就直接互呛。另一个画面呢也可以看到4艘船包着是什么？包着是中间就是菲律宾的小渔艇啦。他们说呢，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中方这一边呢，他们是要来包夹我们人海优势来做登检执法。也因为现在相关的画面在大陆这边，他们的海警的法规修法更改过后，他们说了，只要你非法进入我这边的，我都可以登船去临检。那冲突可能就会越来越多了，甚至现在网络上面还有人在说，当这些冲突争议事件发生的时候，看到了菲律宾这边呢，其实是有在紧急的调兵啊、调飞弹啊，到前面去，也就是到南海地区的前线去，是要准备作战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最近其实跟印度这边刚买的这个布拉莫斯的导弹刚到嘛，所以大家开始在有各式各样的想象，画面出来，看起来好像更是那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的是，在南海这一边，中菲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越演越烈，毕竟才刚刚开始。好，可是问题是在菲律宾内部好像是有2股不同的势力，一个呢是比较亲美的，一个相对的是比较亲中的。他们的总统跟他们的副总统2个人所代表的就是2种不同的势力了。而2个人呢，现在虽然当时呢是彼此之间讲好了就有默契的搭配，但现在呢好像已经完全的决裂了。因为副总统也就是前总统杜特地的长女已经退出了小马可仕的内阁，等于是2个人本来有默契的这个合作联盟已经是破裂了。好，双方呢对立白热化，那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南海这一边菲律宾它的一些作为？因为现在呢，其实传出了中方075的2栖攻击舰也已经现身在仙滨暗沙这里。换句话说，中方这里其实也是把一些可能比较重的，或者呢是比较有攻击性的，也来放来这边了，彼此都是开始有在布局啦。那菲律宾这边呢，则是先前有在韩国这边跟他们买了一个先进的护卫舰，传出也已经先下水了，3200吨，里面呢还有垂直发射器。换句话说，他们在海上所谓现代化军力的这个部分一直在努力。那对的当然是谁？可能就是中方了，因为呢，在这边他一直想要的就是南海这边主权，直接跟他有最多的冲突的就是中国。好，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国跳出来喊，中方就不是很开心了，因为他想问的是，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韩国政府呢，现在是呼吁在南海这一边呢，希望可以维持一下海洋秩序。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这边我们也都会通行嘛，我们有商船会经过啊，所以呢，他们就讲说维护和平、稳定、安全，希望呢能够有关各方都来维持一下这里的海洋秩序，让大陆这边很生气，说你不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到底干你什么事？而菲律宾现在呢，则是他们
表示要透过所谓的透明外交，限制中方将南海冲突升级。什么意思？其实大概就可以理解成，他们这些事发经过，你刚刚看到的影片等等等，他们希望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还原这一些的真相，然后呢，让大家把他们跟中方之间的争执非军事化及国际化，让大家都注意到中国他们现在在这边在做什么事。菲律宾现在的做法是这样，但这样子，有办法能够限制冲突升级吗？亮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方现在法律已经改了，那他们当然就得执法，执法就会有一些冲突事件，画面出来看起来就还是各说各话，可是菲律宾这边讲话蛮重的哦，他直接呛他是海盗。好了，这个因为中国是落实海警3号令嘛，对，6月15之后要强力执行啊，那他现在就是强力执行啊。那阻止了，我没有讲到这个菲律宾的那个突击队实力弱到这样啊，竟然还打输中国的海警啊，这个难以想象。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国际舆论战了。那目前事实上昨天第一时间美国就已经发动了啦，包括加拿大、英国、荷兰、日本、韩国都出来讲话，可是这个没有用啊。而且坦白讲，要透过司法解决也没有用，因为你要到国际法庭啊，到联合国啦，都没有用啊。因为仁爱礁跟黄岩岛，那中国当然也会他一套说法嘛。那目前他就是占领啊，是实际占领啊，那你要诉求国际法院，他不会合议啊，那没有合议，国际法院也没有办法接你的 case 啊。对。所以这种事情到最后，我坦白讲是实力决定了，那事实上真正的考验是美国啦，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构成要启动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是。那坦白说，在发生第一时间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就溜了，就菲律宾回头看，距离很远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如果不强力执法，他真的没有办法交代啦。比如说海警3号令，人家就觉得你玩假的，那你接下来不管是菲律宾啊、越南啊，甚至包括台湾，你未来的海警法要怎么落实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认为中国大陆没有退路，没有退路，那基本上是实力决定了，那就变成说菲律宾你能不能够邀集美国军舰跟你来闯仁爱礁啊？我觉得绝无可能发生啊！美国不可能跟中国直接交战而且目前中国出动的是海警船，对，也不是军事行动，是这个我们讲的是广义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透过灰色地带的作战，要落实它的法律嘛，事实上坦白讲，这个议题跟台湾是有关系的，就是大陆。甚至有些人讲了说，这叫沙菲警台啦所以他对菲律宾不可能退让的啦。甚至于我认为在宪兵礁另外坐滩的那一艘船，可能最近也会被拉走，或者会被围啦、驱逐啦之类的啦那他未来可能会在黄岩岛啦、仁爱礁啦，还有宪兵礁这些地方都加重，包括军事啦、海警的力量做。防御了，让你没有办法翻盘那反正就等国际舆论过了一阵子，那这件事情可能就结束了。目前你因为这个刚发生嘛，所以你就会听到菲律宾很多声音，也听到美国的声音可是美国人做什么因为坦白讲，他也不是伸锁国就卡在这里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可能是中国跟菲律宾。要坐下来谈判可能会比较实在了，就是这样。那其他目前这个马什雷3号在仁爱礁那一艘坐滩25年的船，今天已经是第26天没有补给了，那都是用空投的那事实上空投是准度很差的啦，都掉到海里了那这个恐怕是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我觉得在这里有点僵局啦，就是说这样再拖下去，你粮食跟水都没有补给，那怎么办？
中方会出来人道救援吗？人道救援就把你拖走啊。中方就是希望你来求援啊，那我就用人道的理由来，然后用船把你载走啊，那载走就不会让你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策略大概就是这样嘛，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道危机，菲律宾一定会对外诉求嘛，说他不让我送粮食跟水啊，我只能够用飞机去空投啊，运补船到不了啊，那中方可能就会强硬啊，说你离开啊，我可以载你离开啊，这之类的啦。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中方，它除了海警船这些海警到前线他们这边来执法之外，请教一下司令，原因是因为075、2栖攻击舰也已经在现场了，那就大家就开始来讲了所以现在中方其实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在灰色地带之外，他们也是有所准备而来。对，他这个075的2栖作战舰在旁边做戒护，然后由海警船来做执法，而且是强势执法。那时候从早上的凌晨的4点43分就开始做行动了。换句话说，中国大陆是完全是有备而来，他已经在其他地方在移地训练，整个的各种的沙盘推演，各种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处置，他整个的过程都已经掌握到了，然后也都演练完毕了，直接就把它套招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我认为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是不开枪。所以你看，他这只海警船，他上去的时候，他只是并没有带枪械上去，但是他却没收了菲律宾的7把冲锋步枪，把它没收。到现在，菲律宾向他要把他这个7把的冲锋步枪要回来，中国大陆他不给他，因为这是没收，算是证物证据，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来看呢，这是强势的，因为中国大陆的兵力，这个船是在菲律宾的2倍到3倍。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这个是完全优势就出来了，所以它是优势的执法，整个兵力态势，075做警戒，海军做戒护，那个海警船做执法，直接就这个以压倒性的优势就把菲律宾给解决了，这个状况非常的清楚，所以整个的作战，整个节奏是在由中国大陆来掌握。你看整个节奏，整个动势，中国大陆掌握了主动权，菲律宾只能被动的应付。但菲律宾变成，你看他还有一个，他这个士兵这个右手的大拇指被夹断，因为碰到的时候他手没有挥来，刚好被夹住，还被夹断了嘛。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出来，菲律宾在这一方面，他有穿战术背心哦，他不是光只是穿了求胜背心，也穿了战术背心。我们看菲律宾也是有准备，但是问题菲律宾的毕竟兵力单薄，而且他们在这个态势上面就已经占为劣势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反抗。中国大陆也没有这个开火开枪，那你只能这个徒手了。那中国大陆菲律宾也是特战人员呢，他这个海豹部队有500个编制的，他是算是相当大了。但是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钢制的这个气垫，这个我们讲到的橡皮艇他这个是在上面的人全部都是海豹部队的。是这样子，你看他戴的那个头盔还是美制的那个头盔，是这样子，特战部队才会有那个头盔。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中国大陆的搭配，我认为好不好呢？我们看他的收证，中国大陆是空拍机在收证，那空拍收证，我们知道他整个的节奏都弄出来了，他还要去收证，到底是这个双方的过程当中，菲律宾有哪些动作，中国大陆执法又有哪些动作？哪些动作是符合他们之间的规定的要求？虽然是一个冲突，但是低度冲突，最起码大家没有开枪，菲律宾那7支枪也没有开火，是这个样子嘛？那中国大陆收证是非常的清楚，它立体的收证，你看它空拍机派了好几个空拍机，从各个角度来收证。那这样的话，整个的执法的过程节奏就中国大陆掌握，收证的过程也非常的完整。这个将来可能会到国际法庭的话，刚刚亮哥有讲，我认为是旷日费时，到最后还是由实力来做决定，到时候木已成舟，甚至到联合国大会都会受到讨论，都会受到讨论，因为这个是毕竟是国家跟国家之间，也跟主权的争端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经过谈判是比较能够解决争端的一个关键。那如果是走法律途径到联合国或者到国际法庭，这种旷日费时可能并不对菲律宾并不有利。
但其实在国际外交上面，真的就是比拳头比实力。好，现在的菲律宾他们想用的方法呢，叫做透明外交。换句话说呢，就是那种舆论压力啦，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你看中方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好，可是菲律宾内部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小马可仕现在跟萨拉两个人就是很明确的，不但不对盘，还是直接撕破脸了。其实中非关系他们高阶政治好的时候，南海问题是被搁置争议了，共同开发了。杜特地时代是这样子，但是小马可仕上来之后，感觉完全就变了调，而且他回到了我们传统在研究冲突领域讲的领土或者是领海是会造成国际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而且还是很显著的那当然，这个中非在这个南海问题，它不仅仅是一开始是领土，它是渔业冲突。那其实渔业冲突，我们过去在国际关系研究也是有发现大概一些数据显示，93年到2010年之间大概11%的国家的军事冲突涉及了渔业冲突，那说渔船碰撞然后像这个岛礁事件都是有关系的。那中非目前我们感觉起来，之前黄岩岛的争议虽然有点吵吵沸沸扬扬，但是仁爱礁、铁线礁让这两边的进入到一个深水区那我觉得目前深水区又更进一步了我们讲这个冲突螺旋是，他们已经到了所谓的海警船跟这个菲律宾的突击艇有开始有接触之后，他们会有这个所谓的当然一些什么搜证啊、没收啊，这些都是我们讲冲突的起始点。当然，我觉得菲律宾不会笨到那边跟中国全面的进行更高规格的军事冲突，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后面有没有人会添柴火。这是最大的麻烦，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好好的处理，我们讲的是除了现实主义讲的秀肌肉之外，没有回归到我们讲自由主义里面运用准则规范行为准则来做的时候，那是非常麻烦的。其实去年10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毛宁就发言了说，其实针对南海议题中国跟东协国家要开始落实所谓南海行为准则的咨询意见深入交换，并且把南海行为准则进入3读。而且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然后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其实南海行为准则我们叫 COC， 它是东协当时为了南海它去创建的一个行为准则，包括不有可以军事化，不要军事行动，不关的第三方不要介入。但是他们就把中国也纳进来。那中国说好，那我们来讨论。那中国方面他们是比较倡导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叫 DOC 那当然他这两边他就想做，一来是他自己的 DOC， 他想要来推行；二来是他为了跟南海的各个国家维持一些好的关系，他说那我们 COC 这个叫做南海行为准则，我们也来讨论。那当然他们现在进行3读了，要把这个所谓的条民规约具体化，让这个南海不要成为说你说我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又修肌肉碰撞发生危险。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刚才前面2位讲的行为规范准则法律的层面来缓和冲突，会是比较好的。文明人的做法，一切呢都还是回到大家先把游戏规则讲好不要用这种秀肌肉的方式来解决。